家族宴会上，财阀将咸猪手伸进女仆裙底，细细把玩着吹弹可破的肌肤。作为韩国顶级财阀家族，白氏集团在政商两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盘根错节的家族成员汇聚在一起，就是一把足以斩断国家命运的锋利匕首。阿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白氏集团工作，因为做事稳重，不贪不嗔，年纪轻轻就成了集团董事长的私人秘书。然而表面风光无限的老王只是白氏家族的一枚棋子，董事长的职位更是徒有虚表，家族真正的掌权人是他的妻子白金玉。当初老王放下身段入赘到白氏集团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顺利继承家族遗产，可没想到老丈人是个狡猾的狐狸精，早早的便将女儿培养成一把好手，全权接管了白氏集团。可怜的他只能沦为挣钱工具。两人育有一义女，郑宇遗传了母亲的性格，是金钱与权力如命，而妍希则大有不同，从小就厌倦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与心理博弈，所以早早的就嫁人享清福了。只可惜她眼光不行，第一段婚姻很快便以失败告终，最后无奈搬回娘家住。最近郑宇因为洗黑钱惹上了官司，可白夫人却丝毫不慌，当即命丈夫去金库取钱，贿赂相关政府人员。暗箱操作下，不仅将儿子从监狱里捞出来，还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其洗白。回到家后，白金玉向丈夫打听事情的进展，虽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，但她却让秘书到自己房间来一下，让对方将事情的整个经过复述一遍，再次确认。路过大厅时，阿康见到了大小姐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双方纷纷透露出对彼此的欣赏，但并未有过多的交流，便纷纷离开。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兴，他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，也明白自己的身份，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。财阀大佬偷偷与女仆私会，却不知道妻子早就在各个角落里安装了监控。这肮脏的一幕被白夫人看在眼里。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丈夫在外面如何浪荡她不管，可千不该万不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事。痛苦、愤怒与耻辱一下子涌上心头。女人一路小跑来到卧室门外，准备来个人赃并获，可临门一脚，白夫人却犹豫了，明白一旦撕破了脸，自己就会失去挣钱的妻子，同时也会有失家族颜面。权衡利弊之下，她只好假装不知道，和平常一样面对丈夫，私下却把愤怒发泄到了女仆艾娃身上。但艾娃知道，只要老王还在，女主人就不敢拿自己如何。隔天，她就把远在菲律宾的孩子接到韩国。老王为了尽地主之谊，带着孩子们游玩，四人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像极了一家人。这场面就连阿康都看不下去了。事后，妍希将这一切告知母亲。起初白夫人还故作淡定，可当女儿走后，她就一改往日的强势，抱着面前的阿康嚎啕大哭。男人知道自己升职加薪的机会来了，当晚在白夫人面前好好表现了一番。出于信任，他将阿康带到了自己的密室，这里监控着整个别墅。白夫人让秘书坐在电脑前好好看，随后自己转身回到了客厅。吃晚饭时，老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决定净身出户和女仆私奔，言语之间还透露着对艾娃的感情。事实上，白金玉并不在乎丈夫会不会离开，只考虑他留下来的摊子有没有人接手。阿康正好就合适。第二天，老王便带上行李离开了，只有女儿一人给他送行。可当他带着艾娃来到机场后，才发现两人进了航空公司的黑名单，短时间内坐不了飞机。不用猜，肯定是白夫人的手笔，她就是要报复老王，因为对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。心知肚明的老王让女仆先走，自己解决完一切就来。可艾娃却放心不下，执意要留下来，殊不知为此引来了杀身之祸。七旬老太不甘独守空房，抱着帅气的男秘书不肯松手，势必要体验一下年轻时的快乐。仅此一晚，阿康成功上位，成了白夫人最信任的手下，工资与薪水更是几何倍的增长。可她属实没料到，白金玉竟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了报复丈夫，将女仆残忍杀害，活活溺死在泳池里。得知这个噩耗，老王伤心欲绝，差点追随爱人而去。多亏阿康将他从泳池里捞了出来。妍希也对这一做法感到意外，并因此跟母亲大吵了一架。但白金玉坚称这只是一场意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老王整日整夜活在痛苦之中，最终还是承受不住心理打击，割腕自杀了。女儿看见这一幕后，准备叫救护车，结果却被母亲拦下。白金玉认为这正是让老王永远闭嘴的好机会，于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鲜血流光而死。老王临死前不禁感叹，声称自己一辈子从来没这么轻松过。这天外出办公时，郑宇无意中说出了阿康和母亲的秘密，妍希为此感到震惊，他更是怒不可遏，把车停在路边，要求对方向自己道歉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两人展开了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。结果阿康输得很惨，他没有继续伪
装自己，主动向妍希坦白了这一切。晚上回到家里，男人拿出存放多年的积蓄，做出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。原来阿康把钞票都塞到了艾娃的棺材里，为了这些东西，他已经渐渐地迷失自我。因此，阿康决定参加完老王的葬礼后就离开这个鬼地方，重新做回自己。而妍希也正有此意，她当面揭穿了母亲的冷血无情，表示自己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。可白金玉依旧一副呼风唤雨、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可实际上，女人并不快乐，她也曾像女儿一样美好过、年轻过，可最终却做了金钱的奴隶，失去美好的青春和容貌，陪伴她的只有无尽的孤独。不久之后，阿康和妍希坐上了前往菲律宾的航班，他们决定将艾娃的尸体送到老家，落叶归根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有兴趣有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原片。